想不到连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运动表现以及我们的运动恢复。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训练过程期间都没有碳水的任何补充的话，我们在科学上有看到，他身体的一些免疫窗口会打开，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自己身体的免疫力会比较容易下降下来，那在生病上面的风险也就会提高很多。常见的3个我们看到的犯的错误地雷点，第一个就是用感受在补充，第二点，减重为了求快，把碳水化合物砍得太多了，第3点呢，也就是我们在训练后的营养补充有补，但是不够。首先，肝糖超补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真的要知道你应该要吃多少。那我们通常肝糖超补的那个碳水化合物量很多肝糖超补重点意义就是在于说我们要把碳水补到我们肌肉肝糖里面，所以能够进入到肌肉肝糖的碳水才是重点嘛。那第二个就是你要补充的碳水的类别也要慎选。博威营养咨询呢，也不只做运动营养，对，包含了我们的增重、减脂、增肌、减重。那如果你本身呢可能是孕妇的话，在这边也可以获得一些相关孕妇的那个营养咨询。对，那也可以搜寻我们的博飞营养咨询，跟我们的杨成化老师的粉丝专页。嗨，大家好，我是光头神童李汉轩，欢迎收看《到底跑了没》。你是不是常常因为暖身不足，或是收操不够，而导致疼痛，或是引发运动伤害呢？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有效率、正确的做暖身收操流程哦。那当然，我们想要分享给大家最专业的内容，因此我们会独立把关节核心操、动态伸展、马克操、静态伸展独立做出一个节目，千万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哦。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正确的暖身收操流程。那我们总共呢会分为关节操、核心操、暖身慢跑、动态伸展、马克操、专项性加速跑。那接下来就会进入到你的可能比赛或是强度训练，完成之后我们会进入到缓和跑、静态伸展。那等一下呢，我们也会一一跟大家介绍这几种操对于我们的身体在运动时有什么样的帮助。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关节操。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开始在运动的时候，好像前面3到5分钟有一种心灵、身灵都是分开的感觉，大概到3到5分钟之后才会觉得自己进入到一个运动状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身体跟大脑啊，根本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来去做到一个好的联动，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关节操告诉我们的大脑，我们要 work out 了。那关节操的动作呢，主要就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关节的滑液，同时降低我们在关节当中的一个摩擦的一些状况。那做完关节操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第二个核心操。核心操我相信大家是比较陌生的，但对于如果你是有在做长期训练的话，核心操可以大大的在我们的核心肌群启动之后，你在跑步的时候的表现，或是做其他健身运动的时候，可以有更好的稳定性，来帮助你做出最大的一个运动表现。那第3个就是暖身慢跑。当我们做完关节操、核心操之后，我们的身体呢，肌肉开始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可以透过暖身慢跑增加我们的一个体温，然后提高我们的血液饱和度，同时降低我们的肌肉粘滞性，让我们的肌肉变得更有弹性。那暖身慢跑我们通常大概会抓10分钟到15分钟之间。怎么样评估自己在暖身慢跑的强度？以体感来说，我们会抓你可以聊天的速度，保持在一直讲话的放松的感觉，或者是以最大心率的50%到60%来进行一个暖身的强度监控。那暖身慢跑呢，如果以体感来说啊，我们可以去分为夏天以及冬天。在夏天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会感受到我们的体温提高，并且会很明显的有流汗的感觉。这个时候呢，代表的是你的散热是很清楚的，因为你身体有足够的产热。那到了冬天呢，很多人会有手脚冰冷的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建议你要把你的手套或是袖套、帽子戴起来，因为这样子才可以让你的暖身的体温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温度，才可以让你的身体在一个好的一个运动强度的一个维持哦。所以以上就是我们讲的暖身慢跑，夏天与冬天的一个区别。那当我们暖身慢跑完之后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啊，其实85%的血液会在我们的肌肉组织，而现在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伸展，我们叫做动态伸展。
动态伸展呢，最主要呢就是我们在做动态式的肌肉拉伸。那这些动态式的肌肉拉伸呢，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有更好的弹性以及收缩的机制，让你在运动的时候可以大幅的降低你的运动伤害的风险，同时提高你的运动表现。那做完动态伸展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所谓的专项性活动操。那对于跑步而言，就会是我们常听到的马克操。之后我们也会为大家专门做一集马克操的特辑哦，所以一定要持续订阅我们，不要忘记喽。好，马克操呢，最主要呢，我们会做到什么？我们会有一些抬腿、摆手的动作，以及一些落下的动作。这些动作呢，都是我们呢在跑步当中会使用到的一些动作机制。透过这个马克操，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清楚知道说，我们等一下要准备进入到跟这个动作有关的一个动作模式。所以呢，马克操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调整跑姿？因为它的动作模式是符合我们在跑步上使用的生物力学。做完马克操之后，你的身体已经知道说，你等一下要准备跑步了，但你还没开始跑步，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进入到专项性加速跑。专项性加速跑呢，我们会用大概是你的目标强度，比如说你现在要比赛，比的是半马或是全马，或者是你现在要做的是400间歇，那我们会做60到80公尺，比你的预设强度再快一点点的配速，来促进你的神经征召，帮助你在做运动强度的时候有更好的状态。当然，进入到比赛之后呢，因为你身体会变得非常疲惫嘛，或者是高强度训练完，你的肌肉会有一些酸痛的问题啊，或是一些撕裂伤。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建议你做一个10到15分钟的缓和跑，除了有效的帮你的乳酸代谢，也可以大幅的降低你在隔一天可能产生的延迟性疲劳的一些酸痛感。那做完这个缓和跑之后，我们就要进入到最重要的静态伸展。静态伸展呢，主要就是我们把肌肉维持在一个同等的长度，让它保持在一个舒服的位置，可以有效的帮助你的一些肌肉的废物代谢。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所介绍的一个正确的暖身收操流程。我们今天如果是要做高强度的训练，或者是要比赛的时候，我们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暖身到收操的流程。那如果呢，今天呢你的训练呢是所谓的轻松跑或是 LSD， 那我们会建议，其实你可以做完关节操、核心操，其实就可以进入到你的这个运动的一个强度了。所以在可能有些同学啊，或是跑者时间上没有这么长的情况下，那你就尽可能的先把前面2个操做完，再进行你的轻松跑以及 LSD 的训练。希望接下来你跟着我们一起按照我们的步骤，做出我们的一个好的运动流程，可以大幅的降低你的运动伤害，同时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运动表现。到底跑了没？跟我持续学跑步吧，出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上坡技巧。那我今天就要来教大家如何透过有效的跑步技巧，如何帮助自己可以在跑上坡的时候更能够轻松的去向前，避免一些错误状况。同时呢，最后我们也会教大家如何透过肌力训练强化你的腿部跟臀部，让你在跑上坡的时候可以更轻松、更自在，永远不要成为一个步兵哦。其实因为你的头部是在后方的情况下，你的身体的力量会没有办法让你有效的向前，所以很多人在跑上坡的时候都会有过度跨大步的问题。比如说我在跑的时候，我想要跨大步，那因为在斜坡的状态下，我的膝关节角度、踝关节角度、髋关节角度就会相对的变得比较窄一点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我需要更多的力量去做向心的收缩推进。那其实这样子的状态下，反而会让你的肌肉消耗的能量过快，那你一下就没力了，你就腿很酸，脚跑不动，自然当然就会成为步兵啦。在踩脚踏车这个动作，然后呢，不要让我们的小腿摆荡过大。好，让我们的小腿摆荡过大，留在太后面的时候，反而会增加对侧脚的一个肌肉的负担，所以我们的小腿摆荡的回收的速度会变得比较快一点点。你更多的其实是使用到你的臀大肌，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细节怎么样？臀肌往前推的力量，而不是用膝盖往后蹬的这个力量。你会发现膝盖如果往后蹬，反而臀部是留在后方的，而我们是有效去用到臀肌推出去这个力量。所以其实呢，我们要去建立起一个好的一个动作的一个模式，去诱发到我们的臀肌哦。我们跑步的上坡的技巧啊，以及一些要注意的事项。那我们到了室内训练，其实就是希望说，帮助大家建立起一个好的一个发力的一个动态模式，而不是长时间在跑上坡的时候，你都感受到你的膝盖、股四头肌负担变得非常非常大。我们